那我们有请来自腾讯的艾瑞坤和我们分享 GPT 结合前端工程化实现智能研发提效，有请。会有一个视频。大家好，我叫第一名的小蝌蚪。我来自腾讯。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结合 ChatGPT， 然后再结合前端工程化实现的一个智能研发提效的一个落地方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就是 ChatGPT 出来不到3.5火了不到半年的时候，这半年期间呢，各大公司基本上是争先恐后的去想要思考如何去落地，如何让智能去研发提效，减少人力的成本。这就是大家最近网上最流传的一个叫做降本增效，就是每个公司每个大厂都急需的需要一个方案，就是说如何用最小的人力成本去 cover 住当前所有的业务。正好 ChatGPT 出来了，所以说各大公司现在都在将智能化、AI 化结合到 AIGC 生成一些稿件和内容，然后放在智能审核，减少审核人力成本，然后放在一些智能问答，增加我们的 on call 和一些文档辅助的一些效率。像我们开发，我们也会把它结合到研发当中，进行一个研发提效。在我使用 ChatGPT 这段时间呢，我的心态发生了3次变化。第一次是焦虑，当时我刚刚使用的时候，我发现哇，好多代码什么都可以用它来生成，然后网上各种宣传说啊，你们程序员完蛋了，你们死定了。然后当时我就马上开始使用它，我当时特别焦虑，特别慌，觉得自己完了。后来到第2层阶段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当我在逐渐深入使用它的时候，我发现你的 GPT 使用的好坏、效率高低，基于你的 prompt 的质量的高低。并且呢，这种 AI 化的话，它有不稳定因素。比如说，今天我用1000个数据输进去，它输入1000个答案都是我预想的。但是呢，有可能明天它的答案就不一样了。它存在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因素，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命运交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方案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当我就觉得，哦，就这啊，其实还好，我们还不会被取代掉。直到第3次，我的心态发生第3次变化，什么东西呢？当我们开始用我们的高级主编去编写对应的 prompt， 去进行一个智能审核。像我们做新闻的话，大家都知道内容是特别重要和敏感的。如果一旦线上出现了问题，内容出现问题，那是会付出极高代价的。我们会花很多人力成本去审核我们线上的稿件，我们可能会用文字匹配、人工去审核。但是呢，你想想看，就好像王者荣耀一样。我在骂你，我会说哦，你母亲今晚上吃饭了吗？你母亲你家人好吗？我这么含沙射影、阴阳怪气去骂你，这东西你用文字匹配是不可能去识别出来的。那怎么办呢？就可以用 AI 它能理解你的上下文，理解你当前的所有所说的内容，然后呢再识别出这是否是存在负向的情绪。OK， 后来我们用了我们10几个高级主编，用了2、3周时间，终于成功研发了一段 prompt 提示词，成功的将我们的稿件2000个样本成功识别，达到了73%的成功率。OK， 那这样子是不是将来我们可能会有1000个人的审核团队？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呢？我们可能就只需要100个人配上 AI， 就达到了原来1000个人的效果。那么这是不是就成为了真正实际意义的降本增效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公司兵家必争的一个方案和方向。而且随着现在发展，现在 prompt 就提示词现在已经成为了被列为了公司资产，它的效果等价于代码，不允许公开，而且是属于公司的资产。所以说未来的编程方式可能就不是我们敲什么let const 什么 var a 等于1等等东西，可能未来可能就是一段中文，一段 prompt， 这就已经是公司的一段资产了。
所以说，经过这半年的期间呢，我整个体会呢，我觉得未来 AI 呢，应该不可能会完全的取代我们所有的程序员，它只会跟我们进行一个共存，然后呢，可能会用更小的人力代价去达到，比如说用100个人加 AI 达到1000个人的效果，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的心态从焦虑到就这，然后最后再到认可，我现在已经认可它，并且我要告诉自己要拥抱变化，去学习它，然后呢，用它来为我赋能。OK， 基于以上的种种什么 AI、GC 什么各种落地，我今天主要分享的是在我们研发上的一个落地。我先说一下最近这半年我们前端团队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升级。我们将我们工程化从4.0升级到5.0。我们5.0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将我们所有的工程化工具的功能全部结合到了 IDE 插件当中，并且再配上 AI，实现一个智能研发提效。我们的工程化工具呢，从原先的 Terminal 终端，然后到 Electron 桌面应用，再到 Browser 桌面就是浏览器的插件等等，到最后升级的第5个形态就是 IDE。为什么要把它放在 IDE 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个框框都是一个我们开发当中的痛点。每一个痛点都是什么痛点？都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你要重复100遍、10000遍，你要工作10年，可能要重复10000遍的一些操作。我们把它集合在我们的每一个功能当中，通过我们自动化、流程化和工程化去把我们重复的事情给解决掉。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 IDE 当中。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工程化工具呢，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没法知道你的鼠标在你的代码编辑器的第几行、第几列。大家发现了吗？因为它跟你的代码编辑器是隔离的，它跟你的 IDE 是隔绝的。你想要得到你的鼠标代码的上下文呢，你需要借助 IDE。正好 VS Code 微软开发 VS Code， 它里面内嵌了一个 Node， 它提供了 IDE 插件，它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获取到我们的代码的上下文。它怎么实现的呢？很简单，只需要 VS Code 插件开发，调用它的 VS Code 的那个 npm 插件包，调用它的 Windows 对象，获取到它的 Active Text Editor 激活对象，得到它的 Select 对象以后，你就完全可以知道你的鼠标在当前哪个文件的路径，并且还知道它鼠标在代码的某一行、某一列。那么呢，你就可以精准的操作你的代码，将你的工程化的操作全部基于到当时的鼠标进行一个操作。OK， 当你知道它在你的鼠标在某一行、某一列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对代码进行一个精准的操作。如何精准操作呢？第一个方法 ，VS Code 提供了像当前行、当前列插入代码的功能。如果说你想要在这功能基础上，你还想要加入一些 import， 还有一些关联的语句怎么插呢？那么就要基于 AST 抽象代码语法树进行一个精准的代码修改。如何做呢？只需要 Babel， 通过 Babel pass 把你的代码转换成一个抽象代码语法树，然后再通过 Traverse 把它的代码树便利出来，然后把对应的代码给生成。通过 Declaration 生成句柄，然后 Specify 生成对应的对象，然后再通过 Babel 的 Generator 反向生成代码，再把它插入到你的代码文件当中，这样就实现了一个通过 AST 精准修改代码的一个流程。OK， 基于这些功能，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团队集成60个我们团队自动的组件。那么当我想要使用这组件时，我只要把我的 VS Code 的我们的插件打开，然后把那个对应的插件选择上，然后把它插入到我们的对应的某一行代码当中，它自动给我们插进来，并且帮我们 import 进来。那么你想想看，我们之前这些要操作几百次、几万次的东西，完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IDE 工程化把它给我们实现出来，并且像开发者，我不可能把我团队60多个组件全部背下来，那么呢，完全就可以通过 IDE 的插件帮我们把它给复述出来，并且看它的样子、它的文档是什么，都可以集成在里边。所以这就是有个最大一个提效。大家看一下，像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插入我们团队内置的一些组件，还有个什么呢？乱了，
稍等一下啊。还有个我们最常见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开发一个页面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开发都要 import React use effect from React， 然后再引入 entity 里面又有几十个组件，每次我们使用的时候都要重新再全部 import 进去的。我们要把代码又要移到最上边，然后再每个都 import 引入进来。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操作了无数次的事情。那么呢，我们完全也可以通过 IDE 的这工程化插件，直接把它勾选，然后直接就将它插入到我们的代码头部。所以说，这就是工程化的5.0的一个亮点。为什么要结合 IDE？ 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最常见重复的开发的一些痛点，最常见最冗余的操作给集成进来。而且大家也知道，现在各大公司都在推崇自己的 low-code 可视化代码的搭建平台。你看，大家每个人都在追求高逼格的东西，甚至一个大厂，我当看一个报告，平均一个大厂都有60到100套 low-code 搭建平台。感觉每一个前端团队只要没有 low-code 平台，那他妈这个团队就是一个 low， 就是 low。大家看看，每个人都在搞这高逼格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真正一个长久维护的一个项目，产品提出的需求，你完全100%都无法用 low-code 去帮你去实现，你一样还得像一条 dog 一样，像一个狗一样，乖乖的 import React use effect from React，每次都要做这东西。就算你再高级，就算你是个超级工程师，你一样要写这东西。为什么我们就不要把我们浮躁心沉淀下来，专注于我们这些基础代码的重复性操作呢？正好 IDE 工程化实现这功能。OK， 基于以上我们能通过 IDE 插件化实现细粒度的一些操作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结合 AI。AI 如何在这个 IDE 当中给我们进行一个提效呢？就结合 ChatGPT。比如说，我们写一段代码，我们需要优化它，完全就可以用 ChatGPT 写一段 prompt， 告诉 ChatGPT 说，帮我优化这段代码。OK， 那它就可以，那 ChatGPT 它可以快速帮你把这段代码给聚合、优化，然后返还给你。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AI 帮我们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 CR， 还能帮我们写单侧。比如说，我们写一些通用的工具方法。如果我们要写它单侧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单侧代码甚至比你的逻辑代码还要多。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完全通过 ChatGPT 帮我们快速先把基础单侧写完，我们再把核心逻辑单侧给写上去，这就是一个提效。还有，我们可以让它帮我们进行一个错误的检测，还可以帮我们解释代码和重构代码、优化代码等等。像代码生成部分呢，我们还可以让它帮我们生成对应代码的类型，还可以生成对应的注释和生成代码和语言转换、生成文档等等。像我们平时要做很多的，像我们在公司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历史代码，10几年的史山的一样的代码，我们肯定要，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责任，公司也会要求你去逐步的去把那些史山和老项目代码给迁移到新平台上面去。所以说，在迁移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你可能看不懂的代码，并且那个代码的框架也是很老，可能是10几年以前的，你完全就看不太懂。那么你就可以完全用 AI 帮你去解释这段代码，让它帮你重构这段代码，把这段代码重构成 React 代码，然后你再基于它重构后的代码再进行一个调试。那么呢，原来我们每周可能要花费2天时间进行一个代码重构和代码治理，那么基于 AI 可能你只需要不到半天的时间。那么呢，你看1周5天。我要花2天时间干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只需要花0.5天，那么在我1周就可以空出1.5天去干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对我们程序员是一个释放和一个解脱。然后还要重点讲的一个是 AI 能帮我做什么呢？就是它能对我们的编程语言做进行一个转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通过 ChatGPT 把我们的 JS 转换成 TypeScript， 转成 Go 语言，转成 Python， 转成 PHP 和 C 等等。你看，像当时我这段代码，它就是一个删除 CDN 线上 CDN 那个代码，当时我是用 Node 写的。后来我们的后端开发工程师他说他也想用我们这个功能，但他不会写，那怎么办呢？那么我就当就把它输入到我们 ChatGPT， 把它翻译成 Go 的语言，直接发送给他，他直接就可以直接复用了。所以说，用 AI 可以扩充我们前端工程师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集合和范围。就是说我一个前端，我不仅可以开发前端，我还可以开发后端，我还可以写脚本，我可以写运维，我可以写后端等等。有了它，让我可以伸长了我的能力范围，所以这就 AI 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提效。
OK，上面讲了 AI 它能在我们代码生成和代码优化当中进行一个提效，它还能给我们，而且 IDE 还能给我们精准的修改某一行代码。OK， 那基于此，我们团队做了第3个功能，基于手画稿生成 AI 生成我们的代码，怎么做呢？它流程怎么样呢？我们只需要产品在黑板上画一张图，写几这个字，再把几个 logo， 比如说一个长方形、正方形写上去，然后呢把它拍下来发给 AI，AI 帮我识别里面的文字，帮我识别里面的图形，直接将它生成对应的代码。再等一下。OK， 那个学员帮我播放一下这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是一个 AI 在前端的一个经典提效。你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下面有个三角形，可以播放一下。反应比较慢是吧？哦，行，它上传一张代码，然后呢进行一个 detect， 用 AI 进行一个全文扫描。大家看一下，它扫描出了右边这个图形是 input 的框，然后 select 框 button、name、type 等等。OK， 然后将它生成了对应代码，并且帮我们插入到了我们的对应的行、对应的列当中，并且把 UI 给展示出来，并且可以看到它把代码也生成出来了。这就是缩短了我们整个从产品提出需求，它只需要在黑板上画，要再把代码拍下来，然后直接放在需求文档当中，我们只需要拍照即可。刚才有点快哈，刚才还做了一个操作，就是这个代码生成是 React 代码，那我们怎么像我们很多前端很多框架有 Vue 代码，有 Angular 代码等等，那么呢，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对应的代码呢？就刚才我说的，用 ChatGPT。你看它生成这份代码以后，我们直接使用 ChatGPT 帮我们转换成对应的 Vue、对应的 Angular 代码等等。也就是说，将来只需要拍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生成多框架所有的兼容的代码。这些东西只需要用 AI 配上我们工程化工具即可。所以说，这就是整个那个 AI 识别手画稿生成代码的一个 AI 提效一个流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Vue 的代码已经生成好了。对，这应该是个 Vue 代码。所以说，只需要写上对应的 prompt， 就可以把一段代码生成对应其他各种框架的代码。可以停了，这个视频可以停了。然后我看下一页，它怎么实现呢？我们它怎么实现这原理呢？其实是用 TensorFlow 自训练模型，再配上 ChatGPT。我们 AI 不需要只用 ChatGPT， 其实我们可以自行训练一个模型，再配上 AI， 再配上 ChatGPT， 这样子呢，我们的效率会提升更高，更能贴合我们的业务。如何训练一个模型呢？只用 TensorFlow.js 创建一个 SQL Shell 的一个层，然后通过搭建卷积神经网络一个多层结构，然后呢，配上那个 Convex 2D 卷积层，然后再通过磁化层加强它的那个特征，然后再把我们的数据给输入进去，进行一个训练。当我们把我们的模型训练好了以后，我们每次把拍照的模型拍照好以后上传到我们的 IDE 当中，然后通过 TensorFlow 的那个 From Pixel 可以得到我们图片的 RGB 的值，然后把这个值就是我们的数据，把这个数据输给模型，输给我们训练模型后，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图形的位置、宽高，它是什么样的图形、什么样的类别，然后它的位置在哪里，还有它文字是什么。得到这东西，我们就把它转成 JSON schema， 然后我们 JSON schema 就有个跟我们的 under-d 的 form 表单有个映射的关系，然后再在 IDE 当中通过 AST 操作，把我们代码反向的插入到我们的 IDE 当中。这样子呢，就实现了我们一个手画稿识别生成代码的一个总体流程。OK， 我为什么会做那一个东西呢？谁给了我的灵感呢？其实这要感谢微软。微软早期做的一个叫 Sketch to Code， 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最初手画稿识别、手画稿生成代码的原型。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做的也是，不是说他们，而是在座的肯定有微软同学。微软做的是就是把一张图片直接用手画，直接把它生成代码。当时我用了以后发现什么问题呢？它生成代码是纯 HTML， 并且 class 等等，还有 CSS 都特别混乱，都是什么哈希值等等，为了唯一性嘛。所以说它的代码其实生成出来，其实我们是不能直接用的，因为我们是 React 和 Vue 代码等等，这是不能直接用的。而且呢，你像刚才说的，
他画的这些东西，如果说你是有层级嵌套关系的和交互关系的，它是没法识别出来的。所以呢，基于它，我们自己自训了模型，然后把我们对应的图形、logo 等等生成对应的 form 表单，这些生成，并且还可以匹配出我们对应的那一个接口、字段和行为交互等等，让它用 AI 帮我们生成，直接生成我们代码，然后再用 ChatGPT 帮我们转换成各种框架，这就正好的弥补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方案的问题。所以说，也很感谢 W3C 和微软这次机会。所以说，我也想呼吁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各个团队最顶尖的中流砥柱的人员。所以说我希望微软能继续在 Sketch to Code 上做完善。完善什么呢？它应该是把这个图片识别好以后，把对应的 JSON schema 返还给我们，把文字返还给我们，把每一个图形的位置类型返还给我们，让我们去生成对应的代码，或者说 Sketch to Code 帮我们去生成 Vue、React、Angular 的代码。还有个最大的，我特别迫切需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微软预设的图形，我更需要的是，你需要让我自己扩充我想要的图形。OK。你看它现在是三角形、正方形等等，那我可能需要个椭圆形和梯形怎么办呢？我希望是微软的同学能让我去自定义扩充。当我们能把这一套做完以后，我相信 Sketch to Code 才能更加的 patch 住所有前端的场景，这样才能对前端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和提效。我真的很累，大家知道吗？我做的那个模型是我自己训练的。我每一个图形我都要自己手画甚至100张图片，收集10个人，我们团队10个人的每个人的手画稿，要自己去训练，真的太累了。所以说，其实微软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和这样的算力，我特别所以说我呼吁就是微软能基于今天的模型，能帮我们把这一块给完善。我不需要你做个完整的方案，只需要图形就可以直接生成一个线上能运行的一个代码。就像刚我说的，不要专注于太高逼格的东西，你只需要专注于我们开发30%不想做的事情即可。刚我说了，我们一个需求从提出到代码落地，可能有100个环节。那么呢，我们没必要把100个环节都用 AI 帮我们实现，我们只需要 AI 帮我们实现这30%我不想干的事情即可。对我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提效。为什么呢？比如说让我写单元测试用例，让我写日报，这些我不想做，我不喜欢做，我一天可能要花1个小时时间做我不想干的事情，这1个小时时间可能消费我的精力，比我敲代码3个小时时间消费的精力还要高。所以说，你看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可能我感觉我消耗有15个小时的感觉。所以说，可能开了一天8小时会，可能我的身体早就被掏空，我的精神早就被消耗完了。所以说，我们要扭转我们的思维，不要用 AI 做一个全流程的东西，因为它有太高的不可确定性。只需要把我们30%不想做的事情、重复的事情、机械化重复的事情给我们做了，解放我们研发，让我们研发做更有创意、更有创新的事情，这才是今天这个大会最大的价值。把这个价值观、理念注入到大家的意识当中。所以说，不要追求高逼格和完善，只需要30%即可。OK， 最后一部分就未来的一个畅想。基于这段时间对 AI 的一些实践，还有这些年的实践，我觉得未来一个趋势是什么样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未来我们前端开发工程师可能更多是专注于 IDE 的一些插件开发，比如说刚才说的识别代码，一个手画稿识别代码生成代码，代码一个操作，还有大家知道的那个 Copilot 等等。这些插件都是直接贴合我们代码进行一个 AI 一个优化和反向插入。还有呢，未来呢，我们可能每个人用基于 AI，我们可以做前端、后端、运维、DBA 等等，只要 ChatGPT 帮我们生成即可。还有第3点，前端工程师未来会干什么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会做一些原子化的一些组件，很基础的组件，然后通过 AI 一个 prompt， 把我们的需求文档，把我们需求描成一个 prompt 发给 AI， 让它去调用我们的原子化的一些组件，去帮我们生成对应的需求。未来应该有可能会这样子，而且未来呢，应该也会兴起一个 prompt 工程师。未来呢，每一个工程师可能都是一个超级个体。我们呢，不仅要会前后端开发 DBA 等等，只要 AI 帮我们 prompt 帮我们生成对应代码即可。然后还可以基于 ChatGPT 的 plugin 做成一个智能化测试，还可以我们研发人员还可以自己写 prompt
输给 ChatGPT， 让它帮我们生成对应的需求。所以说未来可能产品需求也是我们前端自己来提，然后呢还可以基于 Midjourney 等等帮我们生成对应的 UI 设计稿，然后再配上 Fine-Tune 和那个 Embedding ChatGPT 的这2个机制，可以帮我们生成对应的客服和 OnCall 等等。所以说未来我觉得未来是一个认知变现的一个时代，在未来最值钱的就是想法和 idea。像未来可能你看现在你要做一个 APP， 可能需要前端后端开发工程师，未来呢可能你本来需要一个100人的创业团队呢，可能你只需要10个人即可。所以说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预测。好，以上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分享。我叫第1名的小蝌蚪，谢谢大家。发言哦，问题的时候，我不敢。稍等。哦，试过 Copilot， 我现在也在用，我也是会员，对，很爽。是可以互相结合，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我确实没法做出来 Copilot 这么优秀的产品。但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基于一个 IDE 的附属插件，结合这些工程化插件一起去对我们前端一个提效一个辅助。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通过 UI 草图，然后生成代码这个环节，就是实际上你就有考虑过把它开源吗？然后已经开源是吧？其实没开源，因为里面用到大量的我们内部的一些 key 和 token，而且也是我自己训练的一些模型。对，所以这东西还不太适合开源。对，就是可以考虑，就是把去重以后，就是你可以把这种方法，然后开源以后，然后可以有一些这个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那个什么，更可行一些。对，好的，我会记住的。再次掌声感谢瑞坤精彩发言。好。就是刚才在瑞坤讲的时候，我们一直关注我们现在直播的几个大平台，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前端工程师对瑞坤的这个诉求的+1+1+1，所以后续的话，我们真的很期待能够看到这个 AI 对我们将来的前端开发有智能化大的提升的帮助。